天空如墨，飘着雪，圣诞歌一直萦绕在人群来来往往的大街小巷里，但在角落里，一阵吉他声冲散了欢悦的圣诞歌。吉他声清脆，是众人没有听过的旋律。抱着吉他的男孩穿着带着白毛的棉袄，他坐在屋檐下，喝出的热气晕染了他的面容，静静的如同雪中使者。周围听琴声的人不多，更多的是止不住脚步的路人转眼瞟看。男孩并不在意，此时他与琴声共为一体，因此在不少的惊叹中，他收起了吉他。请问你是哪位歌手？为数不多的听众中，一个女生害羞走出来，我可以成为你的粉丝。叶双嬉笑，温柔了眉眼，我是学生，只是偶尔出来献艺，赚赚零花。那个女生有些遗憾，她追问一句，那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对不起，我有男朋友了。语气很轻，只有女生能听到。女生红了脸颊，连忙抱歉，你的歌太好听了，希望下次还能见到你。叶双曦点头表达谢意，背上吉他，戴着帽子走进飞雪中。不多时，叶双曦察觉到口袋里的手机在震动，心有预感般立刻拿了出来。手机界面跳着几个字，缪斯。叶双曦脸有些发热，怕被人看出，下意识往围巾里缩了缩。喂，叶双曦接起，刚下会议才看到你的消息。那边声音有些疲倦，叶双曦拘谨了一下，我知道你忙，我理解的。那边笑了，我的意思是，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不累了。叶双曦怔住了，哪怕飘雪飞到了他的脸上，也没有知觉。那边一直都没听见动静，反问一句，叶双曦慌忙回神，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宿舍楼下。他走进去，摘下了帽子，他有些等不及让他的缪斯听听他新做的曲子。那边听到了叶双曦的风声，问一句，你是出去了？叶双曦3步做2步，到了宿舍，我这里有新曲子，你听听。今天圣诞节，另一个舍友出去陪着他的女朋友。叶双曦手指反转，清脆的旋律静静通过卫星传到了自己的心上人耳边。他只制作了一小段，可以啊，中间的高潮部分可以声调充沛情感，只有这一小段。叶双曦弹着几个长弦，轻轻了声。他有私心，这首歌他不想这么快就结束，他要细细打磨。这叫什么？那边传来翻阅纸页的声音。叶双曦开口，带着砰砰跳的心意传达给了那个人，哪怕他没见过对面的人。艺术家与缪斯。叶双曦看不到电话那头的表情，许久后便听见对方低低说一句，看天。叶双曦下意识侧头看着旁边的窗户，外面的霓虹灯后绽放开了绚烂的烟花。圣诞节快乐，找个时间见一面吧。叶双曦听着耳边的话，脑海里也如同烟花在绽放。物件掉落的声音惊醒了叶双曦，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刮着大风，卧室的落地窗没关，窗帘被风吹得四处飞舞，也应该是窗帘把桌上的小物件给碰着了，掉了下来。叶双曦转头看着床的另一边，没有人，那一块已经冰冷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去了。叶双曦起身把窗户关上，外头的呜呜声让人有些心悸。他走上前才发现，那个小物件便是自己的吉他模型，掉在地上已经4分5裂，修不好了。叶双曦叹息一声，捡起来把它丢垃圾桶，却心有不舍，只能先放在桌上。外头还是漆黑一片，叶双曦睡意全无，回想到刚刚的梦境，多久没有梦见那个人了？好像从半年前开始，也可能更早。没有他消息的那个时候，叶双曦轻呼一声，他不是喜欢感今怀昔之人，只当是普通的梦境而已。虽然心里这么想着，到了床上仍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看天色破晓的时候直接起了床。叶双曦半年前就嫁给了杜家二少爷杜川，杜川置办婚礼隆重，认识的不认识的全涌上来送祝福，唯一缺席的就是在外出差的杜家大少爷杜川的哥哥。而如今这个在别人口中的天才大哥要出差回来了，杜川说不需要准备什么，他哥性子淡薄，和杜川也不是很熟，恐怕只是坐一坐就离开。叶双曦觉得还是有必要，人家是客，万一久坐呢，总不能赶着走吧。再说他也想留个好印象。杜川不理解，但又想着也就是这个奇怪的性格获得了众多亲戚的喜欢，包括严苛的母亲，倒也不觉得奇怪了。杜川摊手，随便你。叶双曦刚清点完食材，就听见了敲门声，以为是杜川回来了，快步走过去开门，才抬头看一眼，表情就凝住了。面前的人穿着黑色西装，倚靠在门边，低头在手机上发着什么消息。听见动静，侧头一瞟，平静的眼睛也有了几分惊愕。叶双曦反应过来，只1秒就做好了表情管理。杜川的哥哥。男人看着叶双曦身上的家居服，也明白了他的身份。叶双曦以前就想过，自己在见到那个人是欣喜还是平静。一开始他会觉得自己会鼻子酸扑过去抱住他，边哭边质问。后来和杜川结婚，他觉得自己应该会很平静，有缘无分的人就算再喜欢总留不住。现在确确实实见到了，两种情况都意外的不是，反倒是无尽的尴尬。二人无话，叶双曦觉得晾着别人不礼貌，便抓着头发看着别处，语气干干。杜川没有回来，先在沙发上坐坐，说完自己先逃走了。杜远则点头，没有客人的觉悟，坐在主沙发上，长腿一翘，
静静看着叶双熙。后来他的电话铃响了，杜远则没有避讳，当着叶双熙的面接下了。叶双熙对商业谈话不感兴趣，他听出了杜远则的手机铃声，是他当年自己即兴弹出的钢琴曲，当时他喜欢，便直接录了音频发给了他。几年了，他竟然还用。叶双熙摇着头，说不定别人只是忙到不能分神找其他铃声。叶双熙拿着水果拼盘放在茶几上，也放了杯茶在杜远则面前。杜远则有点心不在焉，一直淡声嗯着，没多久就挂了电话。杜远则看着叶双熙，黑色的眸子正如他人一样平静，仿佛刚刚的都是叶双熙一个人的荒诞内心独角戏。我一直听何董说我弟的地夫多么好，今天好奇看一眼。何董是杜川的妈妈？也没有。叶双熙下意识否认，我弟的眼光还是一如以往。杜远则神定气闲喝了口茶，一点进步也没有。叶双熙眼睛一跳，我要是知道是你，我就不会来了。叶双熙心里不爽，自认为的尴尬瞬间消弭于无形。我要是知道他哥是你，我今天高低买1箱的魔鬼胶。话音刚落，就看见站在门口的杜川。杜川眉间带有倦意，听到叶双熙的话，有点惊奇，看向沙发的两人。原来你们俩认识？认识？不认识？两个不同的回答同一时间响起，连带着杜远则都也挑着眉看他，仿佛在说，看你怎么解释。我之前在高总那儿见过杜总几面，我以为杜总不会记住我，便说不认识，没想到杜总记性这么好。杜远则没有答话，只是意味不明笑了一声，又接着喝了口茶。叶双熙这个措辞漏洞百出，但杜川意外的相信了。杜川点了点头，想往楼上走，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又转身走向了沙发。我听说哥你那公司在搞 VR 这玩意。杜川没骨头的躺在沙发背上，和旁边坐得端正的杜远则形成鲜明对比。杜远则淡淡回了一声。杜川嘻嘻笑，等着出来之后，代言人要不就优先我家艺人们。杜家原本是主攻科技类，但对于各领域都有涉及。杜川是典型的玩完回家继承家业，但他爸不敢放心把科技公司交给杜川，便把不温不火的娱乐公司送给杜川作为练手。让大家都大跌眼镜的是，杜川把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公司硬生生扶起来，前后出来了大批有名的小生小花。看你们表现。杜远则杯子里的茶见底了，他站起身，这就准备走了。杜川客套问一句，一直沉默不语，玩手机降低存在感的叶双熙听这话，连忙抬头，你看，小熙准备这么多东西，还是自己吃。杜川懒懒耸肩，杜远则听他的话，也低头看着叶双熙。叶双熙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眼里亮着光，身体也肉眼可见放松了许多，就像是学生发现老师要走的雀跃。杜远则不动声色收回眼神，他突然不想回去了。叶双熙顺着杜川的话挽留一句，要不吃了饭再走。他已经预知到自己客气挽留一句，杜远则兴致缺缺，可能也有避嫌因素，再次拒绝，然后离开。叶双熙已经想好怎么摆自己遗憾的表情了。好啊，杜远则没有丝毫犹豫答应了，完全在叶双熙的预料之外，表情僵硬一下，这个细节被杜远则看在眼里，嘴角微不可察勾了起来，又不疾不徐再次放出炸弹。我刚回来，很多东西没准备好，只能麻烦蒂夫帮忙空出一间房间出来。等等，叶双熙还没消化上一个好啊，现在又来一句，所以他是要住在这里？你要住在这里？杜川问出了叶双熙最想问的问题。不欢迎。杜川不觉得什么，他不怎么回家，家里有人还是没人都没什么区别，便应下来。不过蒂夫。杜远则带着笑意转头看着叶双熙，眼里全是狡黠，好像不欢迎我呢。叶双熙扯了扯嘴角，皮笑肉不笑，没有，我去安排。这一局叶双熙完败。杜川回到主卧补觉，将杜远则这个大麻烦一声不吭的交给了叶双熙。叶双熙和杜远则两人干瞪眼，保姆效率很高，没多久就整理出了一间房间，在2楼，离叶双熙的房间比较近，只差一个房间的距离。杜远则笃笃敲着桌子，一声一声还隐隐带有节奏。叶双熙心里有点抵触这种带节奏的声音，皱着眉抬头看着杜远则。杜远则看着叶双熙手中的剧本，扬着眉诧异问一句，你不是只喜欢音乐吗？怎么还做副业了？叶双熙继续看着台词，神色未变，我喜欢不行吗？他按照原计划现在应该在北方拍戏，因为得到杜远则回来的消息，便当即请了1天的假。杜远则眼神好，他和叶双熙隔着茶几的距离，还是能窥到几个字，对女主说，凶手是。杜远则叹口气，叶双熙，我没想到你变了这么多。叶双熙板着脸，一字一句，我变不变都和你没关系。叶双熙一直都很敬业，可以说他很有演员素养，无奈他没有表演天赋，哪怕是导演开小灶也不能开窍1、2。便有导演扬言，叶双熙让我见识到，没有天赋的菜鸟无论多努力也没有用。叶双熙生性不爱说话，特别在公众场合和不熟的人在一起聊天抛梗，综艺这块也完全不用考虑了。网友对于叶双熙的印象就是从解散男团中转型成为明星，并和前队友自家老板搞在了一起。综上的因素让叶双熙接不到什么好剧，一般都是不用开口或者不需要什么演技的配角。
但叶双熙从始至终都很感激那些愿意给自己机会的导演，不敢懈怠一分。作为对杜远泽的惩罚，叶双熙让厨师特地每一道菜都放辣椒，多放点，别拘束，导致杜川打哈欠下楼，看到桌上红的绿的，诧异的多看一眼。小溪，怎么全部都是辣？叶双熙还是平常的模样，温柔细语，我听大哥喜欢吃辣椒，便多放了些。杜川纳闷，他清晰记得杜远泽不爱吃辣，曾经新来的厨师不知道杜远泽不吃辣，便动手做了大多数的重口味菜。结果一向温和的母亲拉下脸，说了厨师好久，还扣了他的工资。杜川见杜远泽没有说什么，便也不开口了。杜远泽看着低头吃饭的叶双熙，只觉得像是小孩子耍阴招，不疼但麻烦。他仔细挑着辣度相对比较低的菜，细细咀嚼。三人在诡异的气氛吃完饭，叶双熙没想到杜远泽住在他们这儿，现在只能跟导演多请几天时间，总不能客人在家，东道主都出去吧。杜川今晚难得在家，他洗完澡，身上裹着浴巾，向后抱住叶双熙，带着沐浴香。叶双熙正看着剧本，眼神询问杜川。杜川靠在叶双熙的耳畔轻笑，喷出的热气全部被他的肌肤吸收，气氛暧昧。叶双熙低眉，没有反抗，像是默认杜川接下来的动作。杜川还没进行下一步，门外传来敲门声，氛围瞬间打破。他轻啧一声，但没有说什么。叶双熙面上没有什么表情，起身打开房门，是杜远泽。杜远泽低头看着叶双熙，礼貌疑惑问一句，浴室在哪？我没找到，我怀疑你是故意的，但我没有证据。叶双熙带着杜远泽走在走廊，保姆和厨师都回家了，空旷的房子只有两人的脚步声。我刚刚是不是打断了你们俩的好事？语气真诚。叶双熙知道他自己和杜川的关系，但在杜远泽口里说出来，让叶双熙莫名有种羞臊的感觉。你在这里就是种打扰。哦，那真不意思，我挺喜欢打扰别人的。杜远泽语气上扬，十分欠揍。叶双熙带着杜远泽找到浴室后，准备离开。你为什么同意和杜川结婚？叶双熙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杜远泽拉过去，抵在墙边，眼睛和杜远泽相碰，如同小行星擦破大气层，直冲进地球。关你什么事？叶双熙撇开眼，他今天一直都在死死摁住已经积了一身灰的情愫，因为太多灰，导致叶双熙已经感受不到那情愫是死是活。结果没想到光照进来，他就如同沙漠的草碰上雨水，努力汲取，努力往上涨。是不关我的事，毕竟我确实没有义务去管。杜远则看着叶双熙，直起腰，回到平日淡漠的模样。他单手插兜，不过当局者迷，你们俩在一起不会幸福。叶双熙扯着嘴角，有谁诅咒自己弟弟的生活不幸福？叶双熙感觉时间有点长了，回去晚了，杜川可能会多想，便笑，会不会幸福那是以后，现在我觉得我和阿川。叶双熙停顿一下，才说很幸福。小行星在大气层解构，四分五裂，最后成了小陨石，成了流星。叶双熙回房间，杜川已经睡下了，他看着杜川的背影，轻呼口气，不知道庆幸杜川的大神经，还是庆幸杜川今晚没有进一步的行为。翌日，叶双熙被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他睁眼看，是杜川正在穿衣。杜川察觉到身后的动静，转身看到叶双熙朦胧着眼，日光照在他身上，轮廓被弱化。杜川只看他一眼，语气平静的有些陌生，醒了。叶双熙没有睡回笼觉的习惯，揉着眼睛起身了。抱歉，我的声音有点大。杜川嘴上这么说，其实手上的动作不停，若是让外头的记者或者粉丝看到，一定会破防着说这一定不是我们科的毒液 CP。叶双熙其实心知肚明，这才是他们二人私底下的日常，哪怕有时会有腻人的温柔，也是别有企图。没有，我正要起床。杜川今天又要去公司，穿戴好后在玄关处换鞋，甚至拒绝了叶双熙的一起吃早饭的提议。他解释，公司事务太多了，昨天好不容易喘口气回家，可能这几天都要在公司睡了。当年公司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杜川就在办公室建了小房间，里面有简单几件换洗衣服和床铺。叶双熙理解杜川的忙碌，点点头，客套问一句，需不需要我带点营养汤找你？不用。杜川下意识拒绝，不知道看到哪一处，脸上扬起笑，弹了弹叶双熙的额头，你好不容易有了假期，就自己好好放松。叶双熙见杜川拒绝，便不再坚持了。弟弟要出去了。杜远则用手扶在2楼的走廊上，打着哈欠走下来。莫名的，叶双熙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杜川扬起他那标志性的笑容，小溪好好待客，他会的。杜远则抢先叶双熙说话，叶双熙看他一眼，杜远则眼尾上扬，还心情极好，哼着歌。杜川心里想是没有察觉到两人的暗中波动。门关了，叶双熙手中的牛奶被抽走，这牛奶不太甜。杜远则喝一口，自顾自去了厨房，找到白砂糖，一勺满满的白糖让叶双熙眼皮一跳，别糟蹋我的牛奶。哦，杜远则又喝一口，细细品味，这就甜了，那我还给你。自己都喝了，还给别人。叶双熙看着杜远则，一言难尽。你今天不回公司？还早，不急。杜远则悠哉悠哉，
光明正大打量着周围。杜川的离开似乎打破了他的封印，嚣张又欠揍。叶双熙觉得杜远泽在他心里的形象全崩了。我记得你以前可是事业为重，所以我的男朋友跑了。杜远泽语气虽然仍旧轻快，但叶双熙听出了他的咬牙切齿。叶双熙不说话，可以说这个话题他接不了。两人沉默着吃完早饭，叶双熙上楼练习对话剧本，杜远泽在楼下处理公务。杜远泽接水的时候，看到打扫的保姆打开楼上的某个房间，里面的熟悉的浅棕色让他忍不住跟上去。那是杂物间，保姆正拿工具，就看到穿着休闲衬衣的男人站在门口。他不认识这个人，但他能感觉到是这个主人家的客人，便恭敬问一声：“你有什么事吗？”杜远泽收回眼神，这些乐器怎么在杂物间？除了吉他，还有被盖着布的钢琴，杂七杂八的乐器占据在一角。杜远泽知道这肯定是叶双熙的东西，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叶双熙要把他丢在杂物间里。他记得他喜欢音乐，喜欢到废寝忘食。哦，保姆说起这个就来劲了。刚来的时候我也奇怪，这些乐器一看就是不便宜货，然后一问是杜太太的。杜太太特地和我这些乐器好好擦一遍，不要磕碰，但自己从没碰过这些东西，只是有的时候能看到他看着这些东西发呆。说完不禁感叹一句，看来杜太太对于这些东西挺有感情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丢在这里。杜远泽默默听着，他昨晚查过他的资料，叶双熙大4的时候就签约了榆树公司，成为 Night 男团的一员。男团爆火了，但和他没有关系，他仍旧是团队里面最不起眼的一个。男团首爆火的歌都是出自他之手。在3年后，男团解散，叶双熙和公司解约，去了松天娱乐公司，杜川的公司，成了众多明星里的一员。非说有区别，就是杜川的妻子，但其实没有什么特权。杜远泽走到吉他面前，刚弹一下，就看见柜子上半拉耸着一张纸，是半页的音符，剩下的半页全是涂涂画画。到后面能看出这张纸的主人逐渐暴躁，最后一笔的笔锋划破了纸张。他发现自己对于叶双熙的4年还没有他的粉丝清楚。一认清这个现实，杜远泽胸口一阵钝痛。叶双熙以为杜远泽会在这几天要各种刁难，结果两人平安无事过了几天。直到昨晚，杜远泽说了一句说自己又要外出了，叶双熙以为自己幻听了，反问了一句。杜远泽放下碗，似笑非笑：“叶双熙，你是不是十分期待这一天？”那是做梦都期待。叶双熙知趣没说，他能感受到这半年来杜川对他不冷不热，其实双方没有对对方都没有多少感情，他倒觉得这挺好，平平淡淡。虽然不是他喜欢的职业，也不是自己喜欢的人，至少胜在稳。但杜远泽的出现让他开始彷徨，他心里知道杜远泽不会明说，可他这个人站在叶双熙面前，让叶双熙总能不由自主想起以前的事情。叶双熙不喜欢这种感觉。等第二天，叶双熙看着空旷的房子，只有他一人，就才有现实回落感。他开心极了，走路都轻快了许多。和导演确认回归时间，就坐在沙发上，开心镜头过了，叶双熙心里莫名有种失落的情绪。叶双熙勾起笑，努力用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等下午拿着行李准备离开别墅的时候，突然在杂物间的门口停下。叶双熙凝望着那扇关着的门，那门的把手只离他一拳的距离，只要抬手一扭就能打开，但叶双熙始终没能抬手，最终还是转头离开。北方的初春和南方不同，一排干枯的树枝都长着点点绿。叶双熙再次回到剧组，他这次饰演的是男二，一个沉默寡言又深情的暗示。当时没有请假的时候，叶双熙就演完了大部分的戏份，现在回来便开始再次录制他和女主的对戏。女主叫唐媛，和他一个公司，他因为去年的爆剧身价狂飙，如今成为新2线的流量小花。唐媛走的人设是清纯小花型，她的外观便是邻家小妹般可人，一双眼睛如同小鹿湿漉漉。唐媛正坐在阴凉地玩着手机，她的助理给她梳理被弄乱的头发，不知道是不是扯到了头皮，她眉头皱起来，对着助理就是一顿骂。叶双熙穿着一身黑色劲装，戴上假头套。唐媛瞟到不远处的叶双熙，停住话语，扬起下巴，径直走向叶双熙。哟，这不是小杜太太吗？唐媛笑得无害，是不是休产回来了？叶双熙没有说话，他不是故意不理，他现在只是单纯入戏。叶双熙有一种惊人的韧劲，心理素质好到惊人，对于旁人的冷热嘲讽像是过滤器一样过滤在耳朵外，但这个行为倒是惹怒了这个跋扈的唐媛。别以为你嫁给了小杜总你就鼻子翘上天了。唐媛哼一声，像是想到什么，脸上扬起嘲讽的笑。还不知道某人是不是在家独守空床呢？因为杜远泽和杜川两人的领域不同，但以防万一，大家都默认叫杜川做小杜总。叶双熙眼神一凛，他还没说话，导演大喊：下一场戏准备。这是古装剧，女主是亡国公主，而作为暗卫的男二受皇帝的命令保护公主。在逃难过程中，公主遇到男主，男主表面上是平民，其实是敌国落魄皇子，两人相互扶持，最后男主打败皇子们，女主找到自己父皇死亡的原因，结果发现和暗卫有关，暗卫为爱死去，
女主成为男主身边的背后军师。这场戏是女主和暗卫男二之间的试探。Action！ 在破败的庙宇门口，当时父皇病重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他身边？没有。叶双熙脸下眉，卑职听命，一直都在公主身边。公主踮起脚，直直盯着叶双熙，好像要从他眼里看到些什么。但是我看到你骗我了，阿房。卡！导演揉着眉头，像是遇到了大难题。叶双熙，你看公主的眼神应该是防备又带有感情。他想说，但不能说的痛苦感。导演叹口气，绝对不是你这种看木头的眼神，抱歉。叶双熙礼貌的样子让导演不好说什么重话，板着脸说自己好好领悟吧。结果第二次卡，第三次卡，第四次。唐元叹口气，太阳有点热，被人团簇着补妆，我说你何必来受这种罪。唐元补完口红又接着说，这里只要表情鲜活一些的都能过，你倒是卡了很多回。说完幸灾乐祸，别人可是看着小杜总不对你说狠话，言外之意是你离开杜川就什么都不是。叶双熙皱眉，导演也不能因为一场戏耽误一群人的时间，只能叹口气说，算了，我找一个好一点的片段，这一段就这么过吧，毕竟这部戏还是杜川投的钱，总不能让叶双熙难堪。叶双熙已经习惯了，他忽略掉旁人看他的眼神，歉然点头。因为叶双熙的原因，今日的进度比平日慢了很多倍，直至导演说过的时候，大家作鸟兽散，去吃午饭了。叶双熙下场，迟到很久的助理小树站在外头，一看到叶双熙就连忙过来递水。怎么站外面？叶双熙对于助理不严格，相比于其他艺人已经算是天堂了。小树讪讪笑，往车内看了眼，摇头，等叶老师回来，盒饭我已经拿到了。叶双熙进入保姆车，看到车位上熟悉的黑色西装衣角，顿了一下，他觉得小树不上车定有原因，但没想到是杜远泽。我没想到当年的智取小天才竟然被人嘲讽成这样。你不是出差了吗？叶双熙转移话题，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就是在这边出差，然后听说你的剧组在附近，就顺道好奇看看。说到这里，嗤笑一声，这么窝囊的一个人，真不知道怎么被杜川看中了。你说完了吗？叶双熙平静听完他的话，他拿着饭盒准备和小树去车外吃。说完了我就吃饭了，我还要拍戏。杜远泽微微蹙眉，只是说我来吃顿饭都不行，这里没有你的饭。叶双熙不想和他待一起，于情于理，他必须离杜远泽远些。杜远泽没有说话，侧目叶双熙身后的小树一眼，原本想当空气的小树立马开口，我这就去。车内只剩下他们两人，所以你想干什么？叶双熙不相信这个休息时间都要精确到秒的杜远泽会突然想来这里白白花费半天时间。杜远泽凤眼上挑，自然是教你演技，胡编乱造都这么正经。叶双熙不想跟他说话，杜远泽看出叶双熙态度，他悠哉悠哉喝完水，不信。不是。叶双熙懒得和他拉扯，直接敷衍，学生天赋不好，教了也没用，你都不愿意试试，怎么知道有不有用？杜远泽看着车窗外的人来人往，要不猜拳，我赢了就试试。叶双熙看着时间也不长了，他还没看剧本。两人同一时间出拳，叶双熙剪刀，杜远泽出步，走吧。叶双熙站起身，看到了小树的身影，谢谢你的到来，待客不周。谁说我输了？杜远泽缓缓拿出另一只手，那一只握着拳头，我出的是石头。哪怕是脾气好的叶双熙看到这无赖行为，也差点要扬起拳头了。你这是耍赖！叶双熙瞪着眼，语气拔高了不少。杜远则看着变得生动些的叶双熙，嘴角扬起，我这不是耍赖，我这是障眼法。叶双熙真是服了。叶双熙在杜远泽无数歪理下被迫答应下来，二人去了没人的地方。我可跟你说了，导演都教不会我，你这个连电视剧都没看过几部的，就别逞强了。叶双熙自己私底下也想过办法，可没有天赋的努力就是假努力。我只知道，只有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没有教不好的人。杜远泽信誓旦旦的样子让叶双熙的立场有些松动，但下一秒叶双熙只想说信个鬼，你还没有看剧本。叶双熙提醒一句，刚说完就被杜远泽竖在被手臂圈起的角落里。杜远泽身上独特的古龙气味侵占着叶双熙身边空气，叶双熙下意识屏住呼吸，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杜远泽离着叶双熙不远不近的距离，看着他的眼睛，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两者呼吸交错，你这4年都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直接让叶双熙当头一棒，呼吸急促。他什么意思？他是知道了，还是说他坑蒙拐骗？其实就是为了这个问题，问题太多，思绪太乱。叶双熙撇过头，躲过那个炙热的眼神，没发生什么。但是杜远泽没有放过他，我看见你在撒谎。这是那个公主上午的台词，但叶双熙已经分不清是台词还是对方的真实想法。他不说话，眼里的挣扎映在杜远泽的眼里，好似在镜子面前审视自己。他要说什么？叶双熙嘴边的话正要脱口而出，杜远泽退开，周围的古龙气味也消散了，他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你看，这不就有感情了？看来你是体验派。叶双熙看着杜远泽，相比之下，
杜远则更像是演员，把人的情绪撩起，自己全身而退，仿佛和他无关。不舒服，很不舒服，就像是观众为了看更有趣的戏剧，自己动手，在远远观看着一个人的荒诞。一想到这里，叶双熙眼里的情绪退了下去。真谢谢你了。叶双熙假笑，杜总不去当演员，真是惜才了。我没这兴趣。叶双熙面无表情的走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生闷气，换句话说，他不承认自己为什么要生气。叶双熙正要走出树林，就看见鬼鬼祟祟的唐元。唐元背对着叶双熙，并没有看见他。唐元拿起手中的电话，不知道是和谁打电话，那边很快就接通了。唐元仍娇嗔一句：怎么又要人家等那么久？叶双熙并不是想听别人的谈话，但自己的位置有些尴尬，不管往哪边走都避无可避，会让唐元看到。以唐元的性子，恐怕一时半会走不开。叶双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时和杜远泽出来，走得急，没有带手机，便只能转移注意力，不听到那边的谈话。可唐元的声音尖细，带着腻人的撒娇，总是能钻进叶双熙的耳朵。您都好久都没来找人家了，是不是那个人的原因？好，我今晚早下班，去酒店等你。叶双熙知道这个圈子的潜规则，也曾有不少人主动联系他，但他有傲气，不屑于这种交易。后来和杜川结婚后，更没有人找他了。叶双熙等着唐元离开，才回到保姆车。小树拿着饭盒，站着不是，坐着也不是。他看着叶双熙回来，立即奔过去，这饭丢了。叶双熙看着车子镜片里他的印象，面无表情。啊！小树不解，但看到叶双熙心情不好，便没有再问。叶双熙拍戏到晚上，逐渐觉得自己被杜远泽耍了。什么教他表演，全是假的。叶双熙看着放在房间角落的行李箱，上面的纸条还没有拆封，是小树帮他放在房间就没管了。底下有一张纸，行李箱里飘出，叶双熙捡起一看，纸上面画满了音符和简谱。叶双熙脸色一沉，下意识把这张纸揉成团，但手刚缩起来，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就顿住了，最后还是放回了行李箱里。不过这一次他掩埋在众多衣服下，不知道是杜远泽的原因，